I'm sorry. I really shouldn't accept this bottle of wine. I warned you about these Jews, didn't I? You don't know how many dirty things they've done to make a profit. But now, we can convict them. But he's innocent in this case. You want to make enemies with me for the sake of an outsider? Are you sure? I wouldn't. But I can't stain the reputation of an innocent man. I'm sorry. I'm leaving. Take care. 你位位子，后就带着。随便了。你真打算卖了？也只有这条路了呀。哎呀，没关系啦，以后我们有了钱再买嘛，不哭啊。你，陆先生，听说是你洗清了我的杀人罪名。我也不是故意的呀。账后那件事我已经赔了钱，请原哥表示不再追究。我从后只有特地来感谢你。你要是真想感谢我，把那堆东西买了。抱歉，我不喜欢这个。这是谁画的？我呀，感觉有很毕加索的风格，尤其是这一笔充满了强烈的紧张情绪。这都能看出来？开个价吧。啊？开个价。我给你30大洋，以后你如果再画，记得拿来给我看。啊，行，没问题啊。哎呀，挺识货呀你。不是，怎么回事？30块大洋，买个自由，不算贵。还是让那个混蛋给跑了。你跟他到底有什么过节啊？说嘛。我小的时候在石油铺扛大包，有一次不小心把他皮鞋弄脏，他就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难怪你对他那个态度，要我也趁他在牢里，用雪茄烟头狠狠地烫他。错，如果不是被狠狠欺负过，那老乔不可能爬到今天这一步。什么意思啊？从那次以后，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往上爬，不让任何人再欺负我。这么看，我还应该感谢他。那你早说嘛！早知道是这样，我让他在牢里待一辈子。你去把钱还给人家。你知道吗？雷蒙德为了感谢他，花了30大洋买了他一幅画，而且画的是我。你得给我形象使用费，1人1半。走开！我要找律师起诉你。你去找，我画成那个样子，谁认得出来是你？乔探长，有人在勒索我，现在就要报案。报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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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放下！放下！放下！报案！报案！过来！报案！再给我说报案！你还告我！看你敢不敢！哎呀，再把回去啊！这种老婆要杀人的。哪一起啊？小兔我杀你来背后啊！娃还知道吧？哇，明早再来。我家小红开户成年花都给弄吃。哎呀，回去了，回去了。哎呀，他们只有你我请一起，请一起，好吧？哎，回去了呀！明早再来。姚琴，陈公子等你大半天了，再不来，我可请他到我房间里来了。来了。
陈公子，我可就上来。陈公子，陈公子，陈公子，讲了下去，不知道呀！杀人了！杀人了！干嘛这么急呀？才跳了2支舞就要走？再玩我就回不去了。怎么？怕我缠着你？是怕我爱上你。你不是早就已经爱上我？怎么？之前说的都是瞎话？你记性这么好，真应该跟我回巡捕房当巡捕去。好啊，只要每天能跟你在一起，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你呀，就仗着嘴甜。哎，去把乔探长那摩托骑过来。啊，刚才已经有人骑走了。骑走了？是啊，说是您手下，说您吩咐让他拿车。我手下？姓什么长什么样啊？在那儿。还不快去把摩托抢过来！哦。走！陆先生没死啊？怎么说话呢？哎呦，没想到你这破车还挺难骑啊！你知道我这车多少钱吗？哎，咱们俩这个交情谈钱就俗了。你看啊，我因为你这个破车身负重伤，什么医疗费啊、误工费啊、精神损失费啊这些，我就不跟你算。别，还是算啊！你的医药费我出，我的修车费你出。我这座椅、车漆、弹簧都得换，国内没有现货，得运回英国，所以这个运费……萨利姆啊！别给我来这套！告诉你，无证驾驶加上破坏公物，最少1个月。其实我不怕坐牢，我是一个管好点就行。完了呢，我还能省1个月房租。谢谢乔探长。你真以为我不敢去运气？李云山，你们来干嘛呀？有案子。报告探长，长三堂刚死一客人，我们正要赶去现场。怎么死的？说是闹鬼，死者自己升到半空中吊死了。尸体呢？尸体还在瑶琴姑娘的房间里吊着。瑶琴？死者是瑶琴姑娘的客人。你看我干嘛呀？我得蹲耗子。毕竟啊，这个无证驾驶也不是小事。你说啊，虽然我作为一个编外的警务人员，但也不能知法犯法，是不是？瑶琴呢，是我的故交。所以呢？帮个忙，把案子查清楚，车的费不追究。No。陆三图，你不要挑战我的底线。哎呀，我胳膊疼，腿也磨破了。你的医药费我出了。那你看啊，这样的飞来横祸，我受了惊吓，我脑袋转不了。精神损失费我也出了，20大洋。然后你看我这个皮衣都磨花了，10块大洋。这个鞋子啊，这个鞋是意大利的手工小牛皮定制的，这个有钱你也买不到。你看这把他押回去，关到2号牢房，未经批准禁止喂食，带走。这，走吧。咱们有话好好说。不是还有大案要案没办吗？赶紧的，别耽误正事儿啊！怎么说呀？乔探长，请。哎，这边。大林伯，把车给我骑回去。我怎么知道的呀？哎，给你什么嘛？给你弄多去了？出去！是不是你哥？别怕，别担心啊！我这次带了一个高手过来，
他是英国康桥大学的高材生，帮我破了很多案子。我给你介绍一下，路遥。你在这干嘛呢？没吃晚饭，不好意思。路遥，说一下案发当晚你看见了什么？陈公子上来的时候，我刚好在楼下送客人，谁知道我刚把客人送走，一转头我就看见那个玻璃上，好像有什么东西把一个人吊起来了似的。等我再跑上来的时候，陈公子就已经死了。那事发前后有人进出过吗？怪在这儿了吧？屋门、前窗都未见有任何人进出的呀。后窗啊？后窗。今天下了一天的暴雨，后院都是泥地，要是真有人进出的话，横竖也得留下几个脚印儿吧。那个陈公子什么来头呀？他是刻词的大师。碰瓷儿我听过，刻词儿是什么呀？就是用刀在花瓶上刻出各种花样。陈公子可是上海滩首屈一指的刻词大师，他的作品很值钱呢。有钱人啊？有没有钱我倒是不知道，不过他赚得多，花销也是大的嘞。哦，我想起来了，除了这儿，他还特别喜欢去赌场。那会不会是因为他还不起赌债，所以被人追杀了呢？欠债还钱又不还命，把他杀了，上哪儿要钱去？你是不是出车祸把脑子撞坏？我没吃饭，脑子转得快。姐，你那有吃的吗？哎呦，慢点吃啊，没人跟你抢。是。老板，再来碗鸭血粉丝汤。你不怕撑着？这才哪到哪？有一年我在巴黎，一晚上吃了7家馆子，从起点一直吃到凌晨收摊。那法兰西姑娘真美啊！洋人吃得消。那个瑶琴，你吃得消？别胡说八道。我们俩是同乡，小时候村里闹灾，一起逃难来的上海。后来我在码头扛包，他被卖到长三堂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有事就相互照应一下。她算是我妹妹吧。你要是真把她当妹妹，你为什么不让她赎身啊？忍心看她卖身吗？你是不是搞不清楚青楼和妓院的区别？有区别吗？青楼女子允许卖艺但不卖身，但是妓女没艺可卖，就只能卖身。妓女？你又去逛窑子了？这什么叫又？我什么时候逛过窑？怎么招的就来？没逛就没逛嘛，那么激动干什么？明显就是心虚。你俩办什么案呢？你管这么多呢？而且你这么早出现在这儿，我也得跟踪我们俩。本小姐可没那么有空。验尸报告。昨晚那个案子，死者陈广之死于窒息。为了这个报告，我都快给验尸官跪下了。你怎么知道有案子？这家伙夜不归宿只有2种可能：一，花天酒地，但他已经交完房租，没有钱出去玩了，所以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被临时抓去办案。我就不能是去约会啊？纵观上海滩，能被你看上再看上你的女星，目前不存在。哎，
这个字也不知道是生前刻的还是死之后刻的，太多了。窒息而死，确实是被勒死的。而且为什么一定要在头上刻个孽呢？什么意思呢？谁会把人勒死然后往头上刻字呢？像谁？合着你们在长三堂待了一晚上，一个消息都没有问到是吗？谁说的？我们打听到了死者的身份。刻词师。可以啊。只是比你们聪明，还比你们勤奋了一些罢了。打听点小道消息，本来就是记者的基本素养。你们想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吗？不想。哎呀，你们想嘛！昨天是陈广之恩师的1周年忌日。陈广之，现在沪上首屈一指的刻词大师。1年前，继承师傅王老先生的衣钵，声名鹊起。陈广之相貌英俊，仪表堂堂，虽然刻词才能不及师傅，但却因其师傅临终前公开为其造势铺路，令他在近1年来风头无两，作品市价甚至超越其师。然而，获得巨大成功的陈广之，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烂赌的毛病，屡欠赌债，静心刻词的时间越来越少。行业内的领军人居然沦落至此，业内人士对其颇有微词。所以你的意思是，这是业内人士干的？错，我认为从犯罪手段上来看，这个案子充满了怨气，所以我认为是他师傅还魂来惩罚不孝徒弟。哎，没错。你想，他师傅在天有灵，看到徒弟如此作践自己，败坏师门名誉，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愤然还魂，给他来了一出王师的惩戒。标题都想好了，漂亮。这篇稿子，报纸能多卖3万份。那如果你在大公报的话，标题应该怎么写？刻词师含恨归天，国际面临失传境地，望政府加大力度，扶持传统工艺。申报呢？长三堂屡发命案，租界治安严重恶化，呼吁有关当局尽快取缔青楼，还上海滩一片净土。怎么了？我说错什么了？果然还是新有一帮师傅，在哪儿待着吧？这个孽字刻得很工整，而且不是一刀划成的，是点状成线，一般的刀具很难做到，只有刻词师那种专用的钻头刻刀可以。你还懂刻词啊？这么跟你说吧，只要是值钱而且没什么用的东西，在下都略知一二。上海的刻词师傅一共就那么10几个，我现在就去查他们昨晚干了什么。还有什么啊？这个包子味道不错，再给我打包4两。你怎么对这儿这么熟？以前来过吗？我小时候经常来啊。小时候来干嘛？接我爹下场。那时候他和黄阿伯还有杜叔叔谈生意，总会约在这儿打牌喝茶。如果太晚没有回家，我娘就会带着我过来等他。他不走，我就哭闹。于是叔叔伯伯们就只好放他回家了。那他还是挺疼你的。小时候是还行，等我从大学毕业以后，我俩就势同水火。那后来你们为什么闹掰了？个人隐私，别瞎打听。就是这家吧？对，我去后院看一下。来这儿干嘛？又不是大路，谁会往这儿走啊？昨天刚下过雨，这儿又全是泥。如果凶手真的是从瑶琴后窗逃走的话，一定会有脚印的。这是什么呀？鲁先生，侬来了。瑶琴姐，这怎么凹进去了？哦，这是晾衣绳掉了，压下去的吧？哎呀，我们这儿晾衣绳就是这样，挂一点重东西就容易掉。晾衣绳怎么会有这么深的痕迹啊？笨呐，绳子上挂着重东西，压下去有什么奇怪的？那你还记得什么时候掉下去的吗？前天我看的时候它还在，可能是昨天掉了吧。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凶手杀人后从后窗出来，吊在绳子上，爬到隔壁房间。此时，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姚琴的房间，而他就可以顺顺利利从前院逃走，后院自然不会留下一个脚印。那绳子，自然是凶手拽下来的。得了吧，这绳子衣服挂多了都得掉，何况是个人呢？你不信吗？赌一把呀！要赌，咱俩就赌大的。就赌你这个手袋。女士手袋，你要来干嘛？我当了不行啊。好，要是我赢了，你那个留声机也归我。行。看着是不高，可是这么做太危险了呀！冲在第一线，是记者的本分。要不还是算了，免得一会儿你摔死了，你爹还在那找我麻烦。放心，他巴不得我早点死。你是我见过第一个笨死的人。干嘛呢？弄下来。你抽什么风啊？你没事吧？我摔下来不代表我理论错误，凶手可能是个小孩，也可能是练过杂技的侏儒，体重足够轻。擦干净。哎呀，没事，要不我们换个小孩再试一下？你为什么不直接吊带米呢？重量还能你自己控制。那你不早说啊！你让他爬的呀？他说好记者要冲在第一线，又没人逼他。嫌疑人找到了。谁啊？沪上有名有姓，和陈公子打过交道的，一共有13个，其中1个昨天不在上海，剩下12个里面有一个叫李默涵的，之前拍卖会上和陈公子发生过冲突。那也不至于杀人吧？最关键的是，昨天晚上7点他进入工作间，期间有没有出来过，没有人知道。那我们去找他吧。你现在换身衣服去医院看一下有没有事儿，我和3组去。哎，我没事儿。把我带过去。哎，我真的没事儿。哎，我。你明知道他会掉下来，还让他爬，为占点小便宜，至于？他什么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平常在家里，全家人都让着他。您可倒好，为了个包儿不管不顾的。我跟你说啊，他有过什么3长2短，你得拿命赔。吃一堑长一智，不吃点亏，她一辈子都是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你呀，从小呢我也娇生惯养，我爹觉得再这么惯下去，我这个人就要废了。这才送我出国，现实呢抽了我无数个大嘴巴子，我才没变成一个废物。啊，你还不是废物，除了探案会干嘛呀？那有的人连探案都不会呢。但是，你今天吃枪药了，这么大脾气？这个案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杀人案，但发生在长三堂一个八卦消息集散地。上海滩这么多大佬都等着结果呢，如果拖太久，我就没法混了。这多大点事儿？一会儿到了，你先在车里坐着。干嘛呀？平时呢，你们总拖我后腿，这次我就让你们看看我一个人办案的效率。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我是守法公民，守法公民，凭什么抓？放开我！我是守法公民。你就是李默涵？你谁啊？你凭什么抓我啊？在下陆遥，是租界巡捕房的高级侦缉顾问。呸！手绢儿，打人了！手绢儿，手绢儿，没有啊。别打了呀！陆探长的办事效率很高啊。对付这种刁民，你也没戏，是吧？我试试。瞧，认识我呀？那好办了，你现在是犯罪嫌疑人，如果你想脱身的话，就好好说话，别让我不耐烦。行，你想问什么，尽管问吧。哎，你凭什么对他这么客气啊？哇，你这一屋子瓷器，能卖不少钱吧？崔行刻瓷，流行工笔，我们写一派的，卖不动的，要不然也不会自留这么多。我想听的是这个。昨晚我真一整晚就在这儿待着，
再说了，我跟那陈广之无冤无仇的，我杀他干什么？同行竞争啊，他一个作品，少说是你的10倍吧。之前在拍卖会上，我听说你们发生过冲突，你还扬言说他早晚有一天会不得好死。那我杀他一个也不够啊！沪上现在13个刻瓷的，就陈广之那一门独占风头。要想我们写意派扬眉吐气，怎么不也得把他那些师弟一块杀了呀？你说你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出去，谁能给你证明？用不着别人给他证明。你怎么知道？看他袖口咯。刻瓷师通常会将瓷盘放在一盆细沙上，这样既能减震又能防噪。如果说他中途跑出去杀人的话，且不说路上那些细沙会被抖掉，就连最后刻字的时候，陈广之脸上应该也留有少量细沙。那他如果先杀人，再回来工作呢？也不可能。你看这个，不使人间造孽钱。这个孽字一笔一画刻成，跟陈广之脸上的字体完全不一样。刻字分为2派，工笔派跟写意派，他们技法工具不相同，也互不相通。写意派的刀具呢，更像是普通的刻刀头，而工笔派的刻刀呢，外形是一个小圆锥子。要刻成陈广之额头上那样字体的，必须是工笔派的工具。那肯定就是徐林了。徐林是谁？他是陈广之的同门师弟。真要论起实力来，那不知道比陈广之强多少。那他师傅怎么不让他继承衣钵呢？唉，这也是他老人家的一片良苦用心呢。刻东西这行当，自先秦就有，一开始是用来做记号，后来渐渐有文人墨客发现，将字画刻在瓷器上，比画在上头保留的时间更久，才慢慢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光绪年间，陈广之的师傅曾在顺天府开办的工艺学堂执教，亲手创建了工笔，还学习了洋人的透视法，刻出来的画面立体感更强，自成一派。但是，他老人家也发现，纵使刻瓷技艺再深厚，笔画我们终究画不过画家，论字终究也写不过书法家，就连木雕、石雕的风头都比我们强啊！这碗饭呀，太难吃了，学刻瓷的人呐，也越来越少了。我明白了，他之前力捧陈广之，应该是因为陈广之长得帅又会说话，想利用他本人的魅力增加刻瓷对人们的吸引力。他确实也做到了。过去1年，不光报上登的，就连青龙帮也收到过2个他刻的大瓷瓶。不少豪门的富太太为了能接触上他，不惜1掷千金，到后期竟然需要预定才可以有货。我要是徐林啊，本事比陈广之强那么多，就因为相貌平平而无人问津，我也把他当成眼中钉。这么可疑的人你都不抓，你想什么呢？我倒是想抓的呀，可他昨天根本就不在上海。什么？你们几个去查一下，陈广之那个叫徐林的师弟什么时候回来了？也是。走。你没事吧？啊，没事，一点小伤。上医院看看。哎，不用了，不用了，今天我能脱身啊，多亏您了。你能脱身是因为我好吧？多谢陆先生了。哎，你为什么这么怕他？以前挨过揍。你俩共事儿，你不知道他的来头？什么来头？很厉害吗？上海江湖上有8大金刚。你继续说，这8大金刚都有谁啊？里头有他吗？您呀，还是自个儿问他吧。先生慢走，恕不远送。啊。哎，你是怎么评上金刚的呀？我该问的别问。我就是好奇啊，那个你们这个有投票吗？还是说大佬直接就指定了？而且不是说都是4大金刚吗？你们为什么说8个呀？是为了凑一个吉利数字吗？你跟其他几个金刚打过架吗？如果输了的话会被开除吗？还是说无论输赢一辈子都能当金刚？那这样的话，新人怎么冒头呢？问完了吗？问完上车。哎，你告诉我呀。
哎，来杯普洱。这个时候喝碧螺春，喝普洱懂不懂？哎，刚才我问了你这么多问题，你怎么都不回答我呀？江湖的事儿，你还是少知道为妙。那你现在还是江湖人吗？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啊，你也是江湖。我也是啊。那我要不要去搞个纹身啊？什么刻一个小猪，刻这儿粉红色的。行，你选好图案，我带你去。探长，徐林坐中午的火车回来，萨里姆已经把人接过来了。让他进来吧。徐先生，里面请。哎呀，二位探长，我听说师兄，啊，节哀，徐先生，坐。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儿，我这是抢了一张站票，紧赶慢赶回来的。你们师兄弟感情很好，师出同门嘛，师兄也没成家，按理说他这些后事啊，应该我替他料理。我听闻徐先生昨天在南京有一场座谈会，一个工笔与写意融汇的探讨会而已。本来应该师兄去的，他忙嘛，所以我就替他去了。都谁去了呀？都是一些刻词界的人士，像京兆的汪洋先生，南京的张乐平先生，扬州的苏培伦先生，还有就是在下了。徐现在舟车劳顿，来喝杯茶解解渴。谢谢。哎呀，这个3等车厢啊，人满为患。虽然没到这个最热的时候啊，但是也让人汗流浃背的。跟南京那边确认过了，昨天与会确实是这4个人。徐先生也够辛苦的，这刚下车就赶过来了。你没什么事儿的话，没什么事儿。乔探长，还不快送人家出去？那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有事儿的话，我一定配合。徐先生这个鞋是鹤鸣鞋帽店的。陆先生好眼力。嗨，我呢是个皮鞋派，可是我们家老爷子酷爱鹤鸣的布鞋，说是这个鞋底啊厚实又合脚。没错。哼，那没什么事儿，徐某就先告辞了。啊，师兄的身后诸事，烦劳诸位了。您客气。来，黄包车。等一下，把他抓回来。还有没杀人，抓他干嘛？刚才我夸他的鞋，你什么都没看出来啊？看什么呀？我问你啊，他自己说他是坐几等舱回来的？3等座啊。还不明白？你把我带这儿来到底干嘛呀？你吃吗？你要再不说，我让你下辈子只能吃冰淇淋。这么凶干嘛？自己看。你不就想说3等车厢人多，一路特别狼狈，跟徐林一样吗？往下看。说都去尾来了，3年车厢倒到10了。哎，劳驾问一下，3等车厢什么时候放到前头的？今天入清早，所以提前换了。谢谢啊。可以抓人了吗？赵探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把他放回去，衣服一换，鞋子一丢，我怎么抓他呀？你们真的以为就凭一双鞋就能让他认罪？什么意思啊？陆先生，找到了，前面确实有个缺口。送在这儿。哎，等一下。没有，帮我扔一下。不是。走吧，乔探长。去哪儿啊？是时候在姚琴姐面前闪亮登场。姚静，叫推长来了。来喽来喽！书成哥抓到凶手了。这是谁呀？昨天晚上陈广之死的时候，跟这一样吗？一模一样。
走。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先把它放下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一个小实验，让你们直观感受一下凶手的作案手法。其实原理很简单，以前我在巴黎街头看到过一个魔术，把人放进箱子里，四面都看不到人影。其实，只要利用好灯光跟人的位置，就可以让投影在窗户上出现或者消失。我明白了，尸体在油灯之后，你在油灯之前，这样一来，窗帘上就只能看到他的影子。答对了。即便如此，那凶手又是怎么逃走的呢？昨天晚上道路那么泥泞，后面一个脚印都没有留下来。姚欣姐，你还记不记得后院掉落的那根晾衣绳？那你有没有想过，那未必是凶手记住他逃离而掉落的，而是有人故意让他掉下来，从而来掩盖自己逃走的痕迹？曹探长，您这来回折腾我，到底所谓何事啊？徐先生，是我让他们请你回来的。陆先生，有何指教啊？您昨晚杀人之后，是从这个后院逃走的吗？这话什么意思啊？昨晚在南京的人并不是你，你找人冒充自己，再躲进火车站，等到时间到了，装作一副从南京刚赶回来的样子，给自己做不在场证明。荒唐！你们这么说有证据吗？当然，我调查过。虽然你是从王老爷子，但是抛头露面的工作一直都是你的师兄，也就是死者陈广之出面。那晚的座谈会，参与者都是素未谋面的人，彼此并不认识，所以你找人假扮，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更何况什么？你说你坐的是3等车厢。是啊，我有车票为证啊。您可能不大了解，虽然火车的等级是按季节来分的，但是车厢的调换时间却并不确定。这是什么意思呀？冬天距离车头锅炉越近的地方，车厢越暖和，所以3等车厢在车尾。刚好相反，到了夏天，距离车头锅炉越远的地方越凉快，而且车窗大开，不会有煤渣飞进去。因此，在夏天，3等车厢在前头。徐先生可能还不知道，今年入春早，所以一大早所有车厢都调换了舱位，3等车厢已经被调到了车的最前端。所以今天所有坐3等车厢回来的人，除了衣服褶皱、满身大汗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灰头土脸，鞋面上全是煤渣。即便如此，也只能证明我没有坐火车，并不能证明杀死师兄的人就是我呀。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这个凶手是怎么逃走的。这个压痕，我们一度以为是晾衣绳掉下来所压出的痕迹，但是你仔细观察之后，就会发现这个压痕的深度要远远超过绳子的厚。那到底是什么呢？道具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骑过去。接下来，凶手就会把车停到墙边，踩着车座顺着屋檐爬上2楼，杀完人之后再骑着车原路返回，全程不留一个脚印。陆先生不愧是名侦探，见微知著。不过你杀完人之后一路骑车逃走，在火车站躲了一晚上。顺带说一句，火车站西边有个缺口，你应该就是从那儿进去的。从老乐汇里到天目东路找一辆丢失的自行车不是难事儿，而且徐先生你应该知道，这个年代买得起自行车的人不多。顺着编号一查，就知道车是谁的。找到了。徐先生，这辆车您眼熟吗？厉害，你们是真厉害。本来我以为我的设计已经天衣无缝，好吧，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不过有件事儿，我还是没想明白。请讲。你苦心孤意杀了他，为什么还要在他头上刻字？这不是引得别人怀疑你吗？我只是不希望后人学他的样子，背弃初衷。他背弃初衷，沉溺赌博，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们是不会明白的。曾几何时，我们在师傅的教导下，
专心研究刻法，只为刻出更精妙的图案，让人感到赏心悦目。可师兄他为还赌债，竟然与瓷器厂的人私相授受，让他们以次充好，把下等的瓷器输送给沪上的刻瓷师，而他却仍以原价代为购买。我曾劝他自立门户，他却因为利益不肯让出自己的位子。长此以往，新来的学徒用不到好瓷练习，常来的买主也见不到好的作品。刻瓷这一行，岂不没落在他的手上了？所以，你决定要代师惩戒？师傅一番苦心，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败在这个赌徒的身上。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被抓了，你们刻瓷行业就又少了一个领路的人？一个行业的繁盛，靠的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所有从业者的自律和上进心。我把这匹害群之马给除掉，还有李莫寒他们撑着呢。跟我们走一趟吧。乔探长，徐某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请说。我工作间的抽屉里有一对刻刀，麻烦您找出来，替我转送给陆先生。送给我？陆先生心思单纯，在遇到烦心事的时候，不妨试试刻瓷。那刀尖碰触瓷器的声音，让人心境清明。一定要试试。你的刻刀没带在身上，那你昨天是用什么刻的？昨晚我用的是师兄的刻刀。我这把金刚钻，这辈子只揽瓷器活。屁股怎么样了？废话，医药费、洗衣费你掏。凭什么我掏呀？这个案子能破，是因为我提供了线索。没你的线索照样能破啊！少废话。凭什么我掏呀？我又不是你爹。别说，你那股烦人劲儿还真有点像我爹。我可生不出你这种不孝女。刚好有人送我一把刻刀，我下回就趁你睡着，在你头上刻个孝字。那我就趁你睡着，在你脑门上刻个剑字。你知道剑字怎么写吗？臭文盲！谁呢？是不是找抽啊？再给我说一遍！滚！再给我说一遍！刻瓷师青楼惨死，竟是王师还魂惩戒。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明明知道凶手是谁，愣往灵异事件上扯，这不瞎胡搞吗？这不是？标题这么写，报纸好卖呀。好卖有什么用啊？他又分不到钱，钱就知道瞎混，就存心想气死我。但我觉得啊，佑宁现在状态挺好的，我总能看见他笑。反正比起之前，我更喜欢现在的他。哎，跟他同住的那个人，你觉得怎么样？挺聪明，人也不错，帮我破了不少大案要案。很好，难得有一个跟佑宁相处的人。当女婿也不坏。哎呦，您可得了，您观察一下再做决定吧。我正有此意。有机会啊，你把他带家来，我会会他。嗯，见可以，但您别吓着他，他胆儿特别小。嗨，他是我未来的女婿，我还能吃了他？哎呦，送您的。哎，我不代表，你留着吧。佑宁给您买的，用稿费买的，但别说我说的。你说这孩子，你说。Things can't go on like this any longer. In a few months, they've solved a lot of cases already in the zone. Some people want to send even more Chinese inspectors here. Don't you think Mr. Bai is going to use this opportunity? Liu Yao is the key to the problem, I told you. For God's sake, don't act blindly without thinking. What is your problem? What are you concerned about, huh? He's from a distinguished family in Haining. His father is a scholar who represented China in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His two brothers are senior officials in the Beiyang government. His sister is a confidential secretary for Big Shot. I'm close with her. The warlords of Zhejiang, Guangdong, and Guangxi are his old schoolmates.
If something should happen to Liu Yao, they'll bring endless disaster for us. Would you think a family like that would allow their son to get involved with these gangsters? I understand. 讨厌，你怎么那么坏？哎呀！是老鼠嘛？你可得好好补偿人家，吓死我了！没问题吧？手怎么了？这能中邪了！让我走吧。谁在那儿？哎呀，我们走吧。谁？谁叫你别抢哥？干嘛呢？面上要涨，暴涨啊！涨涨呗，跟你有什么关系？以前做过股票吗？没有。那有兴趣吗？没有。你没兴趣是因为你还不懂股票的魅力。你懂，你懂那沙逊银行干嘛要开除你？我被开除不是因为你吗？这波行情，无论是从形势还是从报表，半个月内必涨无疑。祝您发财啊！现在呢，万事俱备，差点半斤。哎，100大洋，我来操作，利润咱俩对半劈。你把我卖了，你看我值不值100大洋吧？那得看卖哪儿。卖到长三堂一文不值，卖给你爹，也就是个无价宝呀。哎，我知道你讨厌你爹，为了给他添堵，我可以把你绑了，让他出钱把你赎回来呀。你是不是疯了？放心，赎金我只留100，剩下的你留着花。你烧糊涂了吧？你是？要是觉得危险的话，咱们可以想个安全的招。比如呢？比如假结婚，你回去告诉你爹，你跟我要结婚，然后我向他去讨要彩礼，我只留100，剩下都归你。假结婚多没意思啊！我觉得结婚就要玩真的。这也不合适吧？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人家房东这么喜欢你，你要是把他给娶了，别说是100块本金，股票交易所他都能给你买了。你不会真打算娶她吧？要是错过这波行情，我会抱憾终生的。You are so crazy！ 哎，又有案子了。建安4路街心花园，昨天晚上发现一具男尸，100。穷疯了你！疯一早上。哎呦，算我求你了，我先预支100顾问费，以后慢慢扣。着急用啊？得了绝症。什么病啊？神经病。他要做股票，不用管他，你继续说案情。报警人呢，发现钟楼流血，一路跟着血迹，最后找到了尸体。血色钟楼，有点意思。人血，还在查验呢。不对，你看起来很焦灼，绝对有问题。死者之前出国留学呢，是老爷子资助的。他走那天，老爷子亲自送他上船，对他很器重。懂了，懂了，懂了，走吧。哎，我想先见一下白老爷子。干什么？查案呀！你别听他瞎扯，他就是想从我爹那儿骗钱。见不到白老爷子，我就不去现场。行，我打个电话去啊。你是不是真以为能从我爹那儿骗到钱呢？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你只管试，你要是能骗到1分钱，我跟你姓。老爷子在家吗？嗯，好，我现在过去。老爷子，这位就是我们巡捕房的顾问陆遥陆先生。哦，久闻老爷子大名，今日得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哈哈哈，客套话就免了，都是自己人。坐。好嘞。陆先生，此次前来，所为何意啊？哦，静安的街心花园啊，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谋杀案。这个受害者呢，恰好就是您之前资助过的这个留学生。老爷子，发生这样的事情，还请你一定要节哀。谁呀？李恒利，苏州那个。想不起来了，我资助过很多人，有好多人我见都没见过。要不，您再好好想想，当年您亲自送他上的船。我同时送走上百个学生，谁是谁我都分不清。我这个人的记性不大好，还请陆先生多担待。陆先生尽管放心办案，有用得着白某人的时候，你就说话。啊，一定。之前我听说您和佑宁合租了一间公寓，客厅我俩是公用的，卧室是分开的。哦，佑宁这个孩子呀，脾气不大好，又有点倔，还请陆先生多多担待。一定，一定。陆先生，你跟佑宁接触时间也不短了，你觉得佑宁怎么样？她吧，她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心肠好，为人也仗义。我们俩是那种非常非常知心的朋友，经常互帮互助的。这样掐还差不多。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佑宁小的时候啊，很招人喜欢，还有很多孩子偷偷的给他写情书，知道了他的身份就都躲开了。想起这个，我心里就很愧疚。这些年，我一直希望他能找到一个知冷知热的好男人。先生以为呢？这个怎么？你觉得他找不到是吧？不，我的意思是啊，他一定会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这单身丫头，和人合租一处公寓，名声都搞臭了，将来谁还敢找她呀？您放心，我马上搬出去。这是始乱终弃呀！不，我跟他什么也没有啊，大哥，我对天发誓，我这个。你不用害怕，佑宁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以后还希望先生多关照他们。一定，一定。先生，搿是老爷的心意。谢谢啊。哎，这您会馆的会员邀请函啊？干嘛的呀？江浙商会的大佬俱乐部，一般人给多少钱都进不去。我们家老爷子对你印象不错呀。会员费每年200大洋，这是身份的象征。花这么多钱，我陪一帮老头喝酒聊天，吃饱了撑的呀。不去。他跟我爹说什么了？敲诈不成反被坑，他差点吓尿了。让他离我爹远一点，算图脑子不灵。他脑子还不灵？破案他还凑合，对付我爹这种老江湖，太嫩了。以后禁止他俩进一步接触。你爹吧，也是一番好意。你来了，探长。
什么情况啊？早上我们来的时候，地上的血迹早就被人踩乱了，想着早上会有市民经过，已经派人清理了。另外，怕尸体被老鼠啃光，已经送去尸检了。哎，钟楼流血是怎么回事？听报案的人说，昨天夜里，钟楼的门里向外流血，跟被什么引着似的，一直流到花坛里。这么吓人。还有更吓人的，不光钟楼楼梯在流血，就连那钟楼的墙里啊，都在往外渗血。走吧，去现场看一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欢迎你们光临啊！我们出动稳定，还要你们多多关照。哎，干嘛呀？表演不让人看啊！上点心能死啊！你懂个屁呀！这叫做进入视察。那你进出什么了呀？说听你了。死者李亨利，男，30岁，是这座钟楼的监工，有留洋经历，待人温和有礼。生前唯一得罪过的人是花匠张工，他为了赶工期，强行拔出人家精心栽培的粉蔷薇，一朵活的都没留。探长，报案的人就是张工。好，陆三坨，我们就去看看吧。毁花溅楼，反攻煞城，血光之灾，不宜前往。此话怎讲？官爷有所不知啊，这花园行道婉转，本无害处，可毁花溅楼，钟楼卡处行道的弯曲处形成反攻煞，久居钟楼之人则必遭血光之灾。我劝您小心着点吧。画得不错呀，谢谢。墙面发黑，表面潮湿，这确实是像从里面往外渗血。红色，也行啊，很像血。可惜不是。你还能尝出血的味道来？我对人血的味道很熟悉了。不是血，那是什么呢？难道是有人故意涂了东西在墙上？想要制造墙壁流血的假象？那不可能。如果涂了，从昨晚到现在怎么就干？应该是由内而外渗出来。笨呐！杂手看完了？只铁锈了，墙体渗出水跟铁锈混在一起，就变成这样喽。那怎么从墙里渗出来的？说你笨，你还不承认？这堵墙跟曲阜孔林的流泪碑原理是一样的。继续。上海正值梅雨季，只要在墙面糊上薄薄的一层油，就可以形成一层不透水的膜，水分渗不进去，就会形成水滴流出来。至于为什么会被误认成血，是因为有人在上面涂了铁锈，水锈结合，很容易混淆视听。说白了，有人在故弄玄虚，想引起别人害怕。那照你这么说，钟楼流的也不是血了？都被清理掉了，我怎么知道？不管是不是血啊，从钟楼径直流向尸体的，解释一下。好说，想必是因为人行道有坡度，只要掌握好地势高低，让血流过去，不是问题。有道理是有道理，但是不可能。此话怎讲？吉安四路作为民国9年租界第一批越界筑路开辟，地上铺的全都是水泥板，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凹凸不平的情况。那你说，血是怎么流向尸体？第一个发现死者的人是张工，他是唯一一个跟李亨利不过节的人。那有没有可能是贼喊捉贼，或者夸大其词呢？人不是我杀的。坐下。李亨利什么人你知道吧？他是李镇肥皂厂聘的监工。不仅如此，他当年出国还是白先生资助的。哪个白先生？上海滩有几个白先生啊？哎呀，对不起啊，
我要是早知道，打死也不敢去招惹他呀。坐下。你现在找，轻则坐牢，再不济也落个全尸。但你不找，我前脚放你出去，后脚你就会被人带走。什么结果，不用我说吧。我真没有杀人呢。来人，把他放了。大哥，别放我，我不想出去。人不是他杀的了。尸检报告出来了，结果显示呢，尸斑破散，说明至少死了8个小时以上。前天晚上9点，最后一个工人离开钟楼的时候，李亨利还活着。送检时间是今天凌晨2点，也就是说，李亨利的死亡时间是前天晚上9点到昨天晚上6点之间。昨天一天，我一直在百丽南路修树枝，一直干到晚上8点。8点之后呢？我去舞厅找了个妞儿。那怎么又回花园了呢？我是想去找李亨利的，没想到还没等进钟楼，就摊上这招烂事。你不是找妞吗？找李亨利干嘛？我现在没什么耐心，要么你现在说，要么我用完休之后逼你说。我说，那孙子欠我钱，我是过去要账的。告诉你，你要是不陪我的话，我天天来闹，破楼盖不成。不就是几朵花吗？你至于吗？知道个屁呀！我那粉蔷薇花了3年的时间才种出来，粉中带红，价值不菲。不就是想要钱吗？嗯。给你，就这么点钱，你打发叫花子呢？身上就这么多，剩下的明天给。给多少？1根金条，够不够啊？3年心血，1根金条就给你打发了。其实吧，也没值那么多钱。他愿意给，我哪有不要的？那李亨利一个监工哪来这么多钱？骗你的吗？给你多少钱啊？就5块大洋。我还想他怎么突然这么大方？你说，他那时候一直在看表。是啊，他是在等人吧？除了你，还有其他人去钟楼找过他吗？我是真不知道啊。这狗子呀，你们！我今天换的静态下啊，来一颗。好嘞，您拿好，谢谢啊。哎，先上钱。来吧。都几点了？你们巡捕房就这办事效率？有个要吃要喝的祖宗，我能怎么办？我都帮你们打听好了，这个花园里除了建钟楼的工人，就只有那个拉小提琴的，还有那个算命的，跟李亨利说过几句话。说什么了？说李亨利平时作息规律，早上开工前是第一个到，晚上收工后呢是最后一个走。问题就出在这儿，他每天最后一个走，等了谁，没有人知道。陆阳，看什么呢？早上有雾没觉得，太阳一出来居然能照出裂纹来。这批砖啊，绝对是次等货。我可听说李敦为了这楼花了4000两银子。这破砖用得了这么多钱吗？看来是有人弄虚作假，以次充好。关键这花园是公家地，他们除了自己厂要闪工成本以外，还要跟政府报批。你说这么虚高的报价，政府怎么就批了呢？你怀疑政府负责钟楼批文的人跟李亨利有勾结？李亨利打发个花匠就花了1根金条，到底哪来这么多钱？一干活就想跑啊？我就是
出来透透气。今天不把批文找出来，谁也别想睡觉。你说这个周科长早休假晚休假，偏偏要挑咱们找公文的时候休假，成心了。就你牢骚多，批过的他们都当垃圾处理了，连个分类也没有，只能一件件找。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呢有阅读障碍，一看字就头晕，很影响你们效率的。你一件一件的看。珐琅玻璃啊，这个周科长这么奢侈，贪官无疑啊。没有啊，就普通玻璃啊。唉，那家伙不会跑了吧？你说呢？谢谢，谢谢各位，好，现场现场啊，将军为大家表演，感谢，好，谢谢先生，谢谢先生，好的，谢谢，哎，谢谢谢谢。哎呀，啊！兄弟，兄弟，找到了，一担砖，单价6、7毛，比市面价格贵5、6倍，这地价也贵啊，区10几平，1000两银子。怎么是用银子啊？现在大总教一般还是用银子的。现在算是坐实了，周科长跟李亨利暗中勾结，一起把钟楼造价提高，再以次充好，中饱私囊。这李亨利一死，周科长就消失，他们俩肯定有利益纠葛。难不成周科长心虚了？查完了没啊？你倒是踩点来啊！吃饱了吗？你又去看杂耍啦？我们辛辛苦苦看了一下午批文，你还真有脸去潇洒快活啊你？确切的说，是我看着钱了，明显高出价格的，还有这么多。看来这个周科长还是惯犯啊。不光是他，这里头李亨利监工过的项目至少80%。那还等什么呢？赶紧找他来问个话呀！Good evening, sir。你怎么在这儿啊？报告团长，静安四路接新快员又是一个人。身份确定了吗？还没有，我们现在也要出勘察现场。走啊，去看看吧。这雪从钟楼里头一直滴到外边，再一路向北，我顺着雪字跟过去，一下就发现那儿躺着个人，真吓人呐！大晚上你来钟楼干什么？探长，您有所不知，这不，钟楼正在施工，厂里每天都派我过来打扫打扫。那一般什么时候？几点啊？得等工地的工人都下了班，大概
11点左右吧。我的工作就是用厂里自制的肥皂水，把钟楼里里外外这么一冲，一点脏东西都不留。怪了，这血流的路径跟昨天完全不一样。怎么说？昨天张工说得很清楚，血从钟楼流出来，一路向西，李亨利的尸体也是藏在西侧的花坛里。怎么今儿又向这儿流了？那死者身份确定了吗？还没，恐怕得带回去查下失踪人口。不用了，这人我认识。谁啊？周科长。就是实业科今天休假的那位。对啊。那这事儿得告诉陆瑶了。哎，他人呢？办事，睡什么觉？起来！起来！两位请进。通宵加班，连个加班费都没有，你说我惨不惨？唐三彩，这是名气吧？光这一套多过在霞飞路买套房啊！吴道子的孔子像，这都是真气啊！先生，只要你能找到凶手，替我们老爷报仇，这屋子里的东西您随便拿。您放心，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咱们要把先立个字据啊！别，您别见怪。您是周太太吧？是这样，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周科长生前都去过哪儿，跟什么人打过交道。老爷昨一早请了假，说要带我去天津玩2天，可是谁成想，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去天津呢？今天一早，票都买好了。他昨天什么时候出的门？大概是7点过一些，临出门前还叮嘱我早点睡，不用等他。那他是打算去哪儿啊？不知道，我们老爷最近比较忙，几乎每晚都出门。周太太，周科长的工资才60块钱吧？你能解释一下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来的吗？周科长已经死了，现在也没有人会追究他生前的事情。但如果你不把实话说出来，这凶手可能找不着喽。你们跟我来。最近1个月，老爷隔3差5就带1根回来。可银票多轻便啊！这银票容易贬值，银子兑换成大洋，到底也不划算。早知道干实业这么挣钱，我做人物好了。一个小小的科长就能贪这么多，死了活该。媒体工作者最重要的就是冷静客观，情绪不要这么重。可是他们贪老百姓这么多钱，指不定盖多少危楼呢。死这么轻，真是便宜他了。哦，对了，他们家有1箱金条，还有好多古董，充公啊。我只管凶杀案，贪污受贿跟我没有关系。2个吃钟楼回扣的人，都死在钟楼底下。要说这事儿跟里顿肥皂厂没有关系，打死我都不信。是。你老实的很可疑啊，把手放下。我肚子疼，不放。你放不放？你放不放？放不放？干嘛呀？我郑重的问你，放不放？不放。给不给？干嘛呀？我肚子疼，我肚子疼，我肚子疼。拿来。他贪的这些都是民脂民膏，在我这儿也算是送归于民吗？
说什么？胡说八道，简直是无稽之谈。董事长，这位是乔探长。既然市民有血光之灾的说法，停工也罢。记住，不惜一切代价要维护我厂形象。不好意思，厂里的日常事务。抽烟。不，我来是想问你，昨天和前天晚上你在哪儿干了什么？有没有人可以证明？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喂，哦，秦老板，哦，今晚8点，5家饭店不见不散。哎，不好意思，刚才问我什么来着？我想问，没事了，董事长您贵人事儿忙，我们就不打扰了，走吧。走呀，别耽误人家，走。走，哎，前面。老大，偷东西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眼力见儿？你看不出人家这忙？忙怎么了？忙也是要问的呀。哎，你有什么发现？你没长眼啊！董事长食指跟中指已经发黄，说明他一直在抽烟。烟灰缸垃圾桶内的烟蒂满出来了，说明他一直没出门，没有空倒垃圾。按照烟蒂量来看，他起码已经1天1夜没出门。那万一他就是邋遢，不爱倒垃圾呢？眼球充血，声音嘶哑，胡须都长出来了，衬衫又褶皱，这些都不像是出过门打理过自己的样子。杀个人没必要打理自己吧？更何况，如果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让我们以为这2天他就在办公室工作呢。也不可能，我在他的垃圾桶里找到了这个。百乐门前天年庆，只有晚上9点到12点在场的人才可以获得这个纪念版的火柴盒。如果说他想刻意制造不在场证明，怎么可能把这么重要的物证扔垃圾桶里呢？他的嫌疑是洗清的，真凶呢？我有思路。我们家楼下新开了一家面馆，他们家的葱油拌面我惦记好几天了。陆三图，要不要解释一下？解释一下，啊？我听说的。听说，就得听说。2天了啊，找点线索就断，再这么下去，凶手非跑了不可。你倒是说说，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周科长跟李亨利一死，造成了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钟楼停工了。顺着这个思路再往下想，钟楼停工对谁的好处最大？肯定不是肥皂厂了。那谁啊？什么时候想明白这个，凶手啊就差不离了。老板娘，漏水了啊！要死了！我让哪个去都不呀！哎呦，都是